道林·格雷的画像。奥斯卡·王尔德。第15章。那天下午8点半，多里安·格雷穿着漂亮的衣服，拿着一束紫罗兰，被仆人带到了纳尔伯勒夫人的客厅。他很紧张，也很激动，但是他对女主人行礼的样子还是那么自然和迷人。也许一个人在演戏的时候看起来才最平静。看到多里安·格雷的人都不会相信他刚刚经历了一场可怕的悲剧。他那双漂亮的手不可能拿刀去犯罪，他那张笑着的嘴不可能说坏话。他自己也很惊讶自己这么平静，他感觉到了双重生活的乐趣。这是一个小聚会，是纳尔伯勒夫人组织的。纳尔伯勒夫人很聪明，亨利勋爵说她有一些缺点。她嫁给了一个很无聊的大使，丈夫去世后，她把女儿嫁给了有钱的男人。现在她喜欢法国文学、法国菜和法国人的幽默。多利安是她最喜欢的人，她总是说很高兴年轻的时候没有认识他。她说，我知道我会爱上你的，我会为你冒险。你那时不在，真是太好了。因为当时的衣服不好看，男人也很忙，所以我没有和任何人开玩笑。这都是我丈夫的错，他看不清楚。和一个什么都看不到的丈夫开玩笑，没有意思。那天晚上的客人很无聊。纳尔伯勒夫人小声地告诉多里安，她女儿突然来看她了。更糟糕的是，还带来了她的丈夫。她说，他们真是不考虑我。当然，我每年夏天都会去看他们，但是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需要新鲜空气，而且我鼓励他们。你想象不到他们的生活就是乡下的生活。他们起得很早，因为有很多事情要做。他们睡得很早，因为没有什么可以想的。自从很久以前，附近就没有发生过不好的事情，所以大家吃完饭就睡觉了。你不要坐在他们旁边，你坐在我旁边，和我聊天。多里安小声地说了好听的话，然后看了看周围。是的，这真是一个无聊的聚会。他没见过2个人，其他人是欧内斯特·哈罗登，伦敦俱乐部里常见的人，没有敌人，但是朋友们都很讨厌他。鲁克斯顿夫人，一个40多岁，穿着华丽，鼻子很大的女人，总是想结婚，但是没有人相信她。厄灵夫人，一个精力充沛的人，说话有点不清楚，头发染成了红色。爱丽丝·查普曼夫人，女主人的女儿，一个无聊的女孩，长着一张英国人的脸，看了一眼就忘了。还有她的丈夫，一个脸红红的、鬓角白白的男人，像很多人一样，认为热情可以代替没有想法。纳尔伯勒夫人看着墙上的钟，说，亨利·沃顿怎么迟到了？我早上给他写了信，他答应不会让我失望的。哈里会来吃饭，是一个安慰。当门打开，他用好听的声音道歉的时候，多里安就不觉得无聊了。但是在吃饭的时候，他什么都吃不下，菜都原封不动地被端走了。纳尔伯勒夫人责备他，说他不给厨师面子，他专门为你准备了菜单。亨利勋爵看着他，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安静。服务员不停地给他倒香槟，他喝得很快，因为他很渴。亨利勋爵说，多里安，你今天晚上怎么了？你看起来不舒服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我想他恋爱了，他不敢说，怕我嫉妒。他说的对，我真的会嫉妒的。多里安笑着说，亲爱的纳尔伯勒夫人，我已经1个星期没有恋爱了，自从德费罗尔夫人离开这座城市以后。老夫人说，你们怎么会爱上这样的女人？我不明白。亨利勋爵说，因为她让你们想起了年轻的时候，
纳尔伯勒夫人，他是你们年轻时候的样子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他一点也不像我年轻的时候。我记得30年前在维也纳，他穿得很暴露。亨利勋爵拿起一个橄榄，说，他现在还是穿得很暴露，他打扮得很漂亮，像一本很差的法国小说的豪华版。他很棒，总是让人感到惊讶。他对家庭的爱很特别。当她的第3任丈夫去世的时候，她的头发因为悲伤都变白了。多里安说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，哈利？女主人笑着说，这是一个浪漫的解释，但是，亨利勋爵，你说的是她的第3任丈夫，你不会说费罗尔是她的第4任丈夫吧？亨利勋爵说，当然，纳尔伯勒夫人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我不相信你说的话。亨利勋爵说，那你问格雷先生，他是他最好的朋友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是真的吗，格雷先生？多里安说，他是这么说的，纳尔伯勒夫人，我问他，她是不是像玛格丽特·德纳瓦拉一样，把丈夫的心脏放在腰带上？她说没有，因为她的丈夫没有心脏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4个丈夫，太多了。多里安说，我对她说，太多了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她很勇敢。费罗尔怎么样？我不认识他。亨利勋爵喝着酒说，漂亮女人的丈夫都是坏人。纳尔伯勒夫人用扇子打了他一下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亨利勋爵，我不惊讶大家都说你很坏。亨利勋爵抬起眉毛说，你说的是哪个世界？我和这个世界相处得很好。老夫人摇着头说，我认识的人都说你很坏。亨利勋爵想了一会儿，说，人们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，而且说的都是真的，这太可怕了。多里安笑着说，你真是没救了。女主人笑着说，我希望是这样。如果你们这么喜欢德费罗尔夫人，我也要再结婚，这样才流行。亨利勋爵说，你不会再结婚了，纳尔伯勒夫人，你结婚的时候太幸福了。女人在结婚，是因为她讨厌她的第1任丈夫，男人在结婚，是因为他爱他的第1任妻子。女人会试试运气，男人会冒险。老夫人说，纳尔伯勒不完美。亨利勋爵说，如果他完美，你就不会爱他了。女人爱我们的缺点，如果我们有很多缺点，他们会原谅我们的一切，甚至我们的聪明。说了这些话，你不会再请我吃饭了，纳尔伯勒夫人，但是我说的是真的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当然是真的。亨利勋爵，如果女人不爱男人的缺点，那会怎么样？没有男人会结婚，你们都会是可怜的单身汉。不过，这也不会改变什么。现在结婚的男人像单身汉一样生活，单身汉像结婚的男人一样生活。亨利勋爵小声说，时代变了。女主人说，世界末日。多里安叹了口气说，我希望是世界末日，生活太让人失望了。纳尔伯勒夫人戴上手套说，不要说你已经厌倦了生活。当一个人这么说的时候，说明生活已经厌倦了他。亨利勋爵很坏，有时候我也想变得和他一样坏，但是你天生就是好人。你看起来很好，我应该给你找一个妻子。亨利勋爵，你觉得格雷先生应该结婚吗？亨利勋爵点点头说，我一直在这么说，纳尔伯勒夫人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，好吧，我们应该给他找一个合适的伴侣。
我今天晚上会仔细的看书，列出一个名单，上面写着所有可以当候选人的年轻女人。多里安问：上面有他们的年龄吗？纳尔伯勒夫人。纳尔伯勒夫人说：当然，年龄会稍微改一下，但是我们不要着急。我要让这是一场合适的婚姻，而且我希望他们都幸福。亨利勋爵说：大家说婚姻幸福，真是胡说八道。只要不爱一个女人，男人就可以和她幸福地生活。老夫人说：你真是太讽刺了。她站起来，对鲁克斯顿夫人招手说：你应该再来和我一起吃饭。你真是太棒了，比医生给我开的药还好。但是你要告诉我你想见到谁。我希望这是一个愉快的聚会。亨利勋爵说：我喜欢有前途的男人和有过去的女人。你觉得这会是一个都是女人的聚会吗？女主人笑着站起来说：恐怕是这样。对不起，鲁克斯顿夫人，我忘了你还没有抽完烟。鲁克斯顿夫人说：没关系，纳尔伯勒夫人，我抽烟太多了，我打算以后少抽。亨利勋爵说：不要少抽，鲁克斯顿夫人，适度是很可怕的，足够和吃不饱一样糟糕，超过足够和厌会一样好。鲁克斯顿夫人好奇地看着他，说：你应该找个时间给我们解释一下，亨利勋爵，这个理论听起来很有意思。他离开了房间。纳尔伯勒夫人从门口说：你们不要只说政治和不好的事情，不然我们会在楼上吵架的。男人们笑了。查普曼先生走到桌子的前面，坐在了主位上。多里安·格雷换了一个位置，坐在了亨利勋爵的旁边。查普曼先生开始大声地说起下议院的情况，他嘲笑他的对手。英国人最讨厌的理论家这个词不时地出现在他的话里。他认为英国人遗传的缺点就是英国人的常识是社会的基础。亨利勋爵笑了笑，转过头看着多里安，问：你感觉好点了吗？你吃饭的时候看起来很不舒服。多里安说：我很好，哈利，我只是累了。亨利勋爵说：你前几天晚上很迷人，公爵夫人很喜欢你，她说她想去塞尔比。多里安说：她答应20号来。亨利勋爵问：蒙茅斯也会来吗？多里安说：是的，哈利。亨利勋爵说：他很无聊，他也很无聊，他太聪明了，不适合当女人，他没有那种吸引人的地方，是缺点，让金子变得珍贵。他经历了很多事情。多里安问：他结婚多久了？亨利勋爵说：他说好像过了1个世纪。我记得他结婚10年了，但是和蒙茅斯一起生活10年，一定像过了1个世纪。多里安问：还有谁会来？亨利勋爵说：哦，威洛比一家，拉格比勋爵和他的妻子，我们的女主人杰弗里·克劳斯顿，还是那些人。我请了格罗特里安勋爵来。亨利勋爵说：我喜欢他。很多人不喜欢他，但是我喜欢他。他有时候太流行了，而且总是太有礼貌了。他是一个很现代的人。多里安说：我不知道他能不能来，哈利，他可能要和他的父亲去蒙特卡洛。亨利勋爵说：啊，家人真是麻烦，你让他来。对了，多里安，你昨天晚上走得很早，不到11点。你走了以后做了什么？你直接回家了吗？多里安看着他，皱着眉头说：不，哈利，我快3点才回家。亨利勋爵问：
你在俱乐部吗？多里安说，是的，不，我不在俱乐部，我散步了。我忘了我做了什么。你真是太爱问了，哈利，你总是想知道我做了什么。我总是想忘记我做过什么。我2点半回家的，你想知道准确的时间？我把钥匙忘在家里了，我的仆人给我开的门。如果你想知道是不是真的，你可以问他。亨利勋爵耸耸肩说，我不在乎，我们去客厅吧。谢谢你，查普曼先生，我不喝雪莉酒。你出事了，多里安，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。你今天晚上不一样。多里安说，别担心我，哈利，我很烦躁。我明天或者后天去看你，替我和纳尔伯勒夫人说声抱歉。我不上去了，我要回家了，我必须回家。亨利勋爵说，好吧，多里安，我想我明天下午茶的时候会见到你。公爵夫人会来。多里安说，我会尽量去的，哈利。他离开了房间。在回家的路上，他意识到，他以为已经消失的恐惧感又回来了。亨利勋爵随便的询问，让他失去了冷静。他需要冷静下来，还有一些危险的东西需要处理掉。他发抖了，他讨厌碰那些东西，但是他必须这么做。他知道，他锁上了书房的门，打开了秘密的柜子，里面放着巴兹尔·霍尔沃德的外套和包。壁炉里烧着很大的火，他在上面又放了一根木头。烧东西的味道很可怕，他花了45分钟才把它们都烧掉。最后，他感觉很虚弱，想吐。他在香炉里烧了一些香，用冰冷的醋和香水洗了手和脸。突然，他发抖了，他的眼睛里闪着奇怪的光芒。他咬着下嘴唇。在2扇窗户之间有一个桌子，他看着它，好像它既能吸引他，又能让他害怕，好像里面装着他想要，但是又让他厌恶的东西。他呼吸得很快，他很想打开它。他点了一支烟，然后扔掉了。他的眼皮垂了下来，睫毛几乎碰到了脸颊，但是他还在看着桌子。最后，他从沙发上站起来，走到桌子前，打开了它，按了一个隐藏的按钮，一个抽屉慢慢的打开了。他的手指伸了进去，摸到了一样东西。这是一个黑色的盒子，做得很漂亮，边缘是弯曲的，上面系着丝绸的绳子，绳子上挂着小珠子。他打开了它，里面装着一种绿色的东西，味道很浓。他犹豫了一下，脸上带着奇怪的笑容。然后，他发抖了。虽然房间里很热，他伸了个懒腰，看了看表，差20分12点。他把盒子放了回去，关上了桌子，去了他的卧室。当黑暗中响起了12声钟声的时候，多里安·格雷穿着普通的衣服，脖子上围着一条围巾，悄悄地离开了家。在邦德街上，他找到了一辆车，他叫住了他，小声地告诉车夫一个地址。车夫摇了摇头，说：“太远了，先生。”多里安说：“给你一个金币，如果你开快点，我再给你一个。”车夫说：“好吧，先生，1个小时就能到。”车夫收了钱，转过马头，飞快地向河边驶去。